大家好，我是波爸，他是波波。新年快樂！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支影片，我們決定來做個特別企劃。因為過去的這1年多啊，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改變，就是我們原本是拍攝人工飼養的猛禽嘛，到過去這1年多來，我們開始扛着相機上山下海去追逐野外的飛魚。然後我們在整理素材的時候啊，我發現光2025年哦，我們拍了122種鳥。所以今天就來回顧一下我們到底拍了哪些東西吧。拍攝野生動物時，請記得不逼迫、不餵食、不干擾。想要拍攝自然的奇蹟，請務必保持最美的距離。以前我們拍波波或者去鳥居拍其他的猛禽，那個距離近到可以數它的毛，可以很清楚看到它今天開不開心，指甲長不長。但踏入野鳥攝影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野鳥通常距離很遠，而且不會乖乖的停在原地給你觀察。很多人問啊，為什麼不直接用望遠鏡看就好？因為其實望遠鏡看它當下的那個臨場感是無敵的，沒錯。但是啊，像我們這樣子比較菜的人來講，拍照會是一個更好認識他們的方式。舉個例子，以前可能在路邊看到他們，就覺得哦，就是鴿子。但當你拍下來回家放大看，才會發現，它們好像跟鴿子真的長得完全不一樣。原來金背鳩的羽毛像鱗片一樣漂亮，原來斑馬鳩這麼的迷你，哇，原來還有翠衣鳩這種神奇配色的鳩鳩，甚至還有像掉到顏料裡把全身都染綠的綠鳩。照片把時間凍結了，讓我們有機會去複習它們的特徵。這對於認鳥來說，進步真的會快非常多。有些人可能會好奇，為什麼我會開始愛上拍攝野生動物？老觀眾可能知道，我是一個重度的寶可夢迷。拍攝野生動物其實就跟在抓寶可夢一模一樣。你看這張表，這不就是在收集圖鑑嗎？而且野生動物也像寶可夢一樣，有常見的，有稀有的，又或是地區限定的。玩遊戲的大家都會想辦法收集全圖鑑，這是一個成就感。甚至是特別去找色違的寶可夢。大家可能以為色違這件事是虛擬世界才有，但其實鳥界真的有哦。像最近很紅的黑化麻雀，或是之前有人拍到的白化八哥。那種基因突變的個體，真的就跟遇到閃光寶可夢一樣，幾率超級低。那你去年有拍到色違嗎？去年好像沒有，我目前拍的應該都是原色版的，但是我還是覺得很有成就感啊，因為光台灣地區的圖鑑我都還沒有解鎖完，我們差太多了。然後還有一個世界圖鑑要解鎖，等這些慢慢解鎖的差不多了，再來追求色違吧，就跟寶可夢一樣啊，你總是要全圖鑑都開了再來拼色違。畢竟色違這種東西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們就隨緣咯。佛系拍，對，佛系拍，有原色的收集，能收集很多，我就已經很滿足了。這邊啊，我也許個願，就是之後不知道有沒有廠商願意開發一款像寶可夢圖鑑一樣的觀鳥 APP， 因為目前有比較類似的，可能就是像 eBird 嘛，但是他們畢竟是比較學術的，就是太專業了，實用性可能沒有這麼方便。然後，如果有娛樂性質高一點的那種，我相信會有更多人愛上觀鳥這件事啊。就是可能，比如說我拍照拍到某一隻，然後圖鑑進去之後還會跳金光之類的。這麼厲害嗎？對啊，寶可夢那個特效做得多好啊！你看那個寶可夢它那個遊戲，對不對？那個收集的那個做多成功，全世界都開始走出去。如果觀鳥有一款類似的 APP， 我相信應該也會很多人喜歡的。許願，這是許願，沒錯，希望未來能有。當然要成為寶可夢大師嘛，那個寶貝球的種類是很重要的，所以接下來就來跟大家聊聊我們這個敗家的心路歷程吧。最早之前我們開始拍影片的時候啊，我們是用 Sony 的 ZV-E10 嘛，然後用來錄影，因為那時候比較多是像拍 vlog 這樣子，然後拍照的話是用尼康的 D7200配70-200的鏡頭。因為像我們平常拍這種人工飼養的猛禽啊，比較大只，然後又比較近，其實我們覺得這樣子勉強就夠用了。但是當我們開始要拍野鳥的時候，發現
那個畫質啊跟暗光表現真的有一點不太夠，而且 D7200又不適合錄影，然後 ZV-E10 拍出來效果很差，所以後來我們就換了接下來這台相機，就是 A7C II。接下來我們升級成 A7C II 加200-600G 的鏡頭嘛，就是提升真的很有感，是我終於拍得到那些野生的孩子們了。但是用 A7C II 配200-600，雖然大部分的狀況是夠用了，但是後來有的時候可能在拍像是洋燕啊，或是翠鳥沖水這種速度很快的題材，還是會有一點力不從心，因為 A7C II 畢竟它的對焦更新率比較慢一點，所以這種題材常常會發生假合焦，然後回來看的時候主體都是糊的。為了不要有遺憾，就是可能常常拍都沒有拍到想要的畫面，錯過這樣。所以我們在去年底，就是2025年年底的時候，我們咬牙直上了 A1 Mark II， 那個對焦啊跟那個黏住主體的那個程度，真的是有感的提升超級多。不過大家知道啊，我們頻道畢竟有大量的錄影需求啊，然後現在用的這顆鏡頭200-600真的有一點太重了，就算是配上 A1 Mark II 的防手震，我錄影這樣舉着還是錄到後來會抖。而且啊，因為畢竟現在這台相機它是5010萬畫素嘛，真的漸漸有一點感覺到，好像200-600有一點餵不飽它的解析力，有一點餵不飽這台相機了啦。所以呢，新的一年我想要給自己一個願望，2026這新的一年，我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存到錢買一顆輕一點的鏡頭，像是300f2.8，不過可以嗎？什麼意思？什麼差異？可以嗎？300f2.8，今年好不好？這是今年給自己的目標願望。波波在看你。波波啊，我姐姐，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嗎？爸爸可以？爸爸可以買328嗎？回顧這一年拍的這122隻鳥啊，我幫大家整理可能你們會比較好奇的年度之最，應該是波妞整理的，我也不知道他要問什麼。你覺得今年拍攝最高綱、最崩潰的是哪一次啊？最搞綱的哦，上次去那個沙崙拍黑翅鳶，就是我不是想要拍，因為我一直很想要拍到一個畫面是黑翅鳶的頭跟身體是清楚的，然後翅膀是那種虛幻的那種夢幻感，所以我上次去沙崙，我就在那邊蹲了很久，想辦法想要拍出一張這樣的照片，但是到目前我還沒有成功拍到一張滿意的啦。那時候快門30，然後拍黑翅鳶，真的還是有一點難，我還想要再試試看的。那一天黑翅鳶有悬停了蠻久的。對，那天悬停其實超多，我那天光黑翅鳶應該按了有2000張照片哦，沒有一張可以的。有比較可以的嗎？有相對可能看起来乍看 OK， 但是經不起放大的那一種。對啊，就還沒有滿意的啦。今年繼續努力。那你去年拍到最喜歡的照片是哪一張？去年拍到最喜歡的照片嗎？背景這張翠鳥沖水的這張是我自己去年整年拍下來我最喜歡的，也是我換 A12 之後才拍到的一張我覺得比較漂亮的翠鳥沖水照啊。還有一張，這張是我自己最滿意的。然後還有一張是我喜歡，但是我的能力目前不夠把它變滿意的照片，就是有一張翠鳥拉屎，然後後面有一隻白鷺在當背景的那張，我很喜歡那個感覺，但是我不知道我目前修圖我還調色，我還沒有辦法把它調成我自己想要的樣子，所以我把它先收起來了。之後
等我的功力進步，我再來試試看。我最喜歡的應該是五色鳥。五色鳥，你說哦，那時候五色鳥育雛的，是不是？對，其實我對五色鳥一直都有一個濾鏡，特別喜歡。對，我就特別喜歡五色鳥。然後那個寶寶從那個探頭，對，探頭的那個應該是我最喜歡的。那你覺得最推薦新手入門拍攝的鳥？最推薦新手入門拍攝的鳥，我前幾集有講到啊，那個基隆的黑鳶，真的是我覺得最好建立成就感，然後這應該說拍起來最有感的啦，就是它不用非常遠的焦段，它就是70-200的鏡頭可能就很夠了，然後它又大只，飛得又慢，所以背景又豐富，就是你很容易可以拍出蠻多不錯的照片的。對，因為其實我剛開始拍照的話，好像也是拍黑鳶。黑鳶。對，我們一開始好像練習啊，就是那時候還沒有開始拍野鳥，就純粹是我們還在練習拍鳥的過程，我們是從黑鳶開始拍的。對，那時候還有波波一起的。那你有沒有什麼特別驚喜的時刻？你說這一年拍鳥拍下來嗎？對，有2個我印象比較深刻的驚喜是，我那時候在植物園拍綠繡眼，拍，回家我一打開發現那不是綠繡眼，我拍了一隻柳鶯，這個蠻驚喜的。然後還有一個是上次也是去沙崙，就有一隻鳥突然間從我背後飛過去，然後我一轉身，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鳥，我拿起來相機咔嚓，然後後來打開畫面發現我看不出來，因為它太黑了。因為我那時候很急嘛，我曝光什麼都沒有調，結果回家我把它拉亮了之後，發現是中三指鶉。對，這個是我沒有拍過的鳥，而且好像也蠻不好拍的啦，所以就是有一種中獎了的感覺。你有印象深刻的嗎？在日本的時候，你说你自己去日本的那一次？對，然後其實我有拍到還蠻多鳥鳥的，但其實我真的一直都不認識。看那只叫什麼獅，桑獅。对，那個字我都不太會念的那只。對，記得那時候你拍很多啊，然後那個其實在台灣都比較沒有什麼看過。有了紅頭山雀，台灣有台灣的亞種，但跟日本的好像又不太一樣。但我也是後來一隻查，我才知道他們叫什麼。對啊，就是認識的過程。你拍或者你看的當下，你可能不認識它，但是你把它拍下來之後，你可以回家慢慢查，然後慢慢翻圖鑑，或者是用 APP 什麼去找這樣子。對，我還買了一本日本的鳥類圖鑑。對。那你有拍到你覺得表情最可愛的鳥鳥照片嗎？表情最可愛的沒有，但是如果是最可愛的照片，我覺得有一張我印象蠻深刻的，也是我剛換 A12拿去試相機的時候拍到的洋燕，它在鬆毛，它準備起飛前它還沒鬆毛，變成一顆燕子球，那一張超可愛，我超喜歡。我覺得麻雀聖誕樹那一張我還蠻喜歡的，就是因為那天天氣蠻冷的，然後所有的鳥鳥它都是圓的，对，都是圓的，然後我就覺得特別可愛。整個拍鳥過程裡最轉折的照片，最轉折的事件應該是上次那個野柳沿路，對，那一次很好笑，是我們本來想說去野柳拍一拍，順便拍幾張就挑戰，結果因為我太菜了，我那天什麼都沒拍到。就是我們上山其實有遇到很多大哥大姐也是來拍鳥，他們那一天也都沒有拍到東西。就我有問他們說今天有遇到什麼嗎？每個都沒有遇到。然後我想說不是吧，真的假的？我們就這樣上走到最上面，然後又走下來，真的我一隻都沒有拍到，就白頭翁而已。然後就算了，就下山的時候想說完了，今天什麼都没有，我就在那邊拍女王頭嘛，就想說反正來都來了。結果後來發現，有一隻灰色的東西在那邊，大隻的。我一看，沿路暗色型，所以那是我那天轉折，我覺得唯一有拍到一隻鳥。然後那天很好笑的是，我記得我在拍沿路的時候，很多人以為我在拍女王頭，想說這個角度是不是特別好？怎麼我拿一管炮在那邊拍？所以每個人都站在我旁邊，想要一起拍。結果他們發現我那個角度根本看不到女王頭。對，大家都排在後面，然後等着要拍那個角度的女王頭。結果沒有我在拍底下的那隻鳥。對，蠻好笑的啊，就那一次印象也蠻深刻的。會想
去拍那種很稀有的鳥嗎？很稀有的鳥是指你說就是很少見的嗎？對。我想拍可能是會想拍，但是比起去追求那種可能一個地區只有一隻的啊，我可能更傾向於去找他們的原產地來拍攝，就是傾向於可能去他們的原產地拍攝啊，像栗喉蜂虎。對，像可能栗喉蜂虎可能就會去金門拍，然後像可能戴勝也可能會有一隻飛來台灣嘛，那我會不會去追這種？我不會。所以我覺得這種的話人比較多，那我也比較不自在，所以我還是可能我就會想要去金門拍栗喉蜂虎啊。然後像可能北部有一隻很有名的白尾海雕嘛，那有人也會問我有沒有要去拍，但我也還好，就是比起來我可能之後去北海道拍那邊很多白尾海雕這種我會比較有興趣啊。比起追求稀有的物種啊，我自己更偏向於想要拍攝特殊的互動吧，就像我特別喜歡拍什麼鳥鳥拉屎啊，或者鳥鳥在吃果子啊，或者是他們打哈欠啊之類的，就是這種比較我覺得互動性比較高的畫面，而不是說特定要什麼樣的鳥。今天像如果有拍到一隻麻雀打哈欠，我可能也很開心，或是我有拍到那個白頭翁吃果子啊，那個吞下去的瞬間我也很開心。然後樹雀也有拍過，真的。然後像我最喜歡那張翠鳥拉屎啊之類的，就是我更喜歡這種這樣子的畫面。你喜歡上法庭系列？上法庭系列是波妞喜歡，不是我喜歡。啊，對，我喜歡上法庭系列，就是把它拍得特別醜的、很奇怪的動作，像是我有一隻白頭翁那個，你還記得嗎？醜萌的東西其實我都蠻喜歡。波妞喜歡醜萌，然後我是喜歡那種動作可愛，就是有動作的。影片的最後，想跟大家聊聊心裡話。剛剛說我們總共記錄了122種鳥，聽起來好像就是按了122次快門。但其實為了這122個名字，我們在這一年裡，在路邊、在山上、在海邊停下腳步的次數絕對超過10000次。我們的硬碟裡塞滿了將近10 TB 的素材，裡面可能有99%都是失敗的照片、模糊的影片，或者是漫長等待的空景。但正是因為這些失敗與等待，堆疊出了我們對大自然的敬畏。拍鳥教會我最有價值的一件事，不是器材要多貴，而是學會等待。等待它的出現，等待光線對了，等待那個決定性的瞬間。如果你喜歡這種抓寶可夢風格的生態記錄，記得按讚、訂閱、追蹤我們。然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你去年有抓到哪隻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神獸。我是波霸，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嘍，拜拜。波波，拜拜。我新開了一個 LINE 的社群，波霸的裝備袋，裡面有最真實的器材實測、配置建議，還有我私房拍攝心得。如果你也是裝備控，或者對生態攝影有興趣，歡迎加入我的新天地，一起交流討論喲。未來如果有團購或是各種優惠資訊，我也會第一時間分享在裡面喲。連結就在資訊欄，讓我們在那裡繼續聊攝影、聊鳥鳥、聊裝備。我們社群見。